Aya 新掌机终于来了！前几天看网上视频里面展示的新机器，馋死我了。之前 Steam Deck 刚出的时候，一众国产掌机几乎是被全方位吊打，性能、价格、系统没有一个能打的。现在终于等到了6800U 出来了，国产掌机也能用上新架构了，那它的表现如何呢？嗨，现在终于到手啦！这次也是一不小心就拿到了全国第一台 Aya Neo 2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进行一个香得开。Aya Neo 2，这跟之前那个复古配色是一样的，棕色机身，再加上这个有点抢眼的红色按键，你看这是不是特别像？掌机的正面呢，用了一整块的玻璃，这次掌机两侧抓握的这个部分啊，它是变得更大了，它是这样子的，所以说它就已经不能直接这样子立起来了。底下这里有一个3.5毫米的耳机接口，还有一个 TF 卡槽。我记得我之前也有说过，我觉得上一代 Aya 的那个按键它太硬了，这一代的按键就明显比之前软了一些。好家伙，这是官方吸取我的意见了。而且我发现啊，整台机子啊是一个螺丝孔都没有那我要怎么拆啊？这代 Aya 在外观上也是做了不少的改动，除了这个很特别的玻璃挡板外，最吸引我的就是这块7英寸的全面屏。你们可以看一下对比哦，这几台机子的屏幕都是7英寸的，是不是看起来清爽很多？屏幕实测出来覆盖94%的 P3 色域，肉眼看上去和 Aya Air 的颜色很像，就是非常鲜艳。虽然在有些饱和度高的游戏时会感觉有些色彩溢出，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比其他 LCD 看上去通透很多的。大家觉得这个区别大吗？除此之外，在机身上，Aya也做了一些优化，它把手柄的部分做得更突出了，这样平放在桌面上的时候，也可以将背面悬空，不至于放在桌子上一会儿它就把自己给烫麻了。抱在手里也确实挺舒服的，明显可以感觉到比 Next 轻很多。拆机之后还能发现啊，这些发热部件在中间部分，这样就能减少手握着这部分的热量。Aya 相比其他 Win 掌机，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有一个 Aya Space。Aya Space 呢是 Aya Neo 在 Windows 掌机上推出的软件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在 Windows 上加了一个类似于手机的控制中心。除了刚刚说的互换键位，像是摇杆和扳机的灵敏度都可以在这里面设置。你甚至还可以在这里面自定义手柄 RGB 灯效，调整 Windows 快捷键。我为大家展示一下，在 Windows 上面呢有几个比较常见的快捷键，像是开任务管理器的话，我就需要按下右边的这2个键，按下去之后呢，再按一下左边的这个方向键下键，这样子它就可以切出来了。相当于我按了 Ctrl 加 Alt 加 Delete， 这个键呢也是我自己自定义的，我把它设置成了短按是 Windows 加 D 回到桌面，长按呢就是 Alt 加 Tab 切换窗口。这样子的话，我这2个键各个可以设置2种快捷方式，也就是说我这里就多出来了4种组合键，而且你只需要摁一下就很方便，但是你还是需要花点心思去磨合这些快捷键的。Aya也一直在更新这个软件，这确实是一件好事，但是从体验上来讲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你看，游戏界面是可以用触摸的，一点进去，它又不能触摸了。现在的主机啊、游戏啊什么的，它的设置界面你改完了之后直接返回就好了。这个 Aya Space 更改完设置之后，居然还要长按菜单才能保存业务设置，这也太超前了。前几天我去外地出差回来，被隔离在家里面3天。看过之前视频的小伙伴应该知道，现在我的工作室就在我家马路对面。平时我用来办公打游戏的电脑是在工作室里面的，这下可完了，没有电脑的话，这3天可咋过呀？于是我赶紧让小伙伴帮我把Aya给我送了过来。那一天真的是究极咸鱼，每天就躺在床上打 P5，玩累了就把掌机往床头一放，玩会儿猫猫，看看手机，过一会儿想完了就再拿起来接着玩，提前享受养老生活的属于是。之前 Steam Deck 能比国产掌机强那么多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提前用上了新的图形处理架构。目前6800U 的掌机已经可以流畅运行大部分 PC 游戏了，《艾尔登法环》、《怪物猎人世界》、《赛博朋克2077》这类3A 大作都可以做到低画质720P 55到60帧左右，比起之前30-40帧，整体游戏体验好了很多。不过在22瓦的性能模式下，续航只有不到2小时，要想延长续航就只能降低帧数。在比较甜品的15瓦功耗下，2077怪猎最低画质能有45帧左右，可以延长半个小时的续航。如果调到11瓦的省电模式，也可以玩杀戮尖塔这种2D 游戏。对于一些移植优化不太好的 PC 游戏，15瓦下女神异闻录高画质接近在30到40帧，战斗部分可以保持稳定60帧。要知道这次 P5 的优化是真的有点离谱，性能是有多少吃多少。我在4090的 PC 上开游戏，初始界面 GPU 拉满也就只有120帧左右。高帧数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玩射击游戏更爽了。玩 FPS 帧数一低的话，就特别容易晕3D。Aya Neo 还有陀螺仪辅助瞄准，用体感瞄准还感觉特别神奇，像是在 Apex 里面玩斯普拉顿。同样拿15瓦功耗去对比的话，Aya Neo 2和 Steam Deck 算是互有胜负的，就看这个游戏针对哪个系统优化更好。Aya Neo 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解锁更高的功耗，利用性能优势来跑更多的帧数。
现在的帧数是已经可以玩得很爽了，但是在玩3A 游戏的时候续航不是很理想。不过 i6 掌机配了一块50瓦时的电池，已经是7寸掌机里面容量最高的了。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是那种宁可牺牲续航也要保证帧数的那种人，每次带掌机出门玩，回来的时候必没电。所以现在的 Win 掌机出门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带一个充电宝。总的来说呢，现在的 i6 作为一个游戏掌机，优缺点还是很明显的。性能算是合格了，就是续航和售价还是一个大问题。最便宜一档的 i6 2就要6500块钱，我手里的这台更是要高达8700块钱，买之前还真得考虑一下。目前来说 Win 掌机的优势区间还是比较少的，没有 PC 和主机的情况下，只拿它来当主力游戏设备，受限度还是相当高的。它现在最大的优势还是可以将你的游戏库抱在手里，在你空闲之余玩玩音游、打打 P5之类的，当一个休闲放松的玩具更合适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这一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